还有一个叫 Booking 的租车软件，你要确定你要租用的车是否符合你的要求。有的车标价你可以接受，但是每天限行100公里是非常奇葩的规定，超出100公里后0.45美金每公里，算下来跟打车一样价格。这里的停车场几乎全部收费，不用有侥幸心理。通过这2次上当的经验来看，当地还没有国内那么完善的线上支付体系，都是外国的平台，出问题以后维权太艰难，建议能不用就不用。如果能够本人实地去找酒店或租车，方便快捷，而且便宜很多。另一件事是我在 Facebook 上出售一个 PS 游戏机，2021年5月13日，一个厄瓜多尔本地的人要买，我们定在当天下午5点交易。当天下午5点20分的时候，他带着一张350美金的转账小票来找我。因为当时我没有本地银行卡，所以我用了房东的皮辛查银行卡收的钱。皮辛查手机银行客户端显示加350美金，当地房东也确认收到了350美金。我很好奇，这里的人还没有见面就转账，所以我问了房东，对方是否可以撤回转账。我房东的回答是无法撤回，所以我放心的把游戏机交给了对方。结果2天后，房东跟我说账户里的350美金不见了。皮辛查银行给的解释是，对方转账的是350美金是支票，而不是现金，支票要24小时到账，而对方支票里没有钱，或者转完支票以后取出了所有的钱，所以银行拒绝了他的支票转账，我们自然也就无法收到那350美金。对于此事我已经报了警，并且提供了所有证据，但是目前依然没有结果。后来才知道，这里支票骗人是小儿科的骗局，但却骗过大多数中国人。关于支票骗人这个情况，无论在国内还是其他各个国家，基本上都会有。处理方法非常简单，就是拒收支票，或者收支票的同时带对方一起去银行确认，否则绝不付货。选择银行下班时间或者周末用支票交易的100%是骗子。银行提供骗子用虚假转账票据如下，同胞们谨记。另一次被骗是我去买东西，过了很长时间，我已经走了2条街，他追过来说我给了他钱有10元是假的，让我再给他10元，我肯定不会同意的，因为我已经给完他钱了。然后他就把我的东西抢了回去，然后我们扭打在一起。后来我报的警，跟警察解释了很长时间才解释明白，但是当地警察还会偏袒当地人，获益两清这么简单的道理他都不懂，非说他也无法分辨这10元假币是谁的，说让每人承担5元。我没有同意，凭什么诬陷我，我就要承担1半的损失？警察让我们双方到公安局做笔录，在临做笔录之前，那个人认怂了，拿出了真的10元给警察，警察当场撕毁了那张假钱。争论了1个下午，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，而是我有理的时候绝不能让你欺负了。不远万里跑出来的人不是为了来受气的，所以一定要注意，在当地地摊买东西的时候，一定要去确认好金钱真钱还是假钱，因为购买往往都是弱势群体，他们碰到问题的时候绝大多数都是息事宁人。当地还恰恰是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，会让很多黑心商贩有了可乘之机。如果你不想惹麻烦，对当地不熟悉的时候，尽量去正规超市买东西。还有注意倒回来的钱假币很多。还有就是提防当地的出租车司机，很多无良的司机绕路绕得非常远，不熟悉的路线一定要自己打开导航。如果司机强行绕了很远路，可以选择拒绝支付多出来的部分。在司机绕路的这个事情上，我们吃亏的次数已经数不胜数了，尽量多备些零钱给他们正好的，否则他们会以没有零钱为借口不给导零，或者找很少。有些厚颜无耻的司机，如果你超出 0.1， 他会多收1元，说没有零钱，然后占你 0.9 的便宜，也不会给你免 0.1。 如果你当时手里没有零钱，这种情况很难办。如果等待去换零钱的话，表会继续往下跳，也会跳出9毛。我一个开餐馆的朋友被骗了150美金的食物，按这里均价4元一道菜，40道菜，浩浩荡荡的做餐，浩浩荡荡的去送，最后骗子让把餐放到楼下，人没露面给转的账，
第二天钱被扣了才知道是空支票。记住，这里的骗子无所不骗，骗钱骗物骗吃喝，只有你认为不屑的，没有他们盯不上的，所以一定要倍加小心。